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河北保定的满城区。今天来看一座古墓啊，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是西汉时期的，它叫做满城汉墓，也称之为中华第一崖墓。这座墓的发现可以说是震惊了世界，因为当时它是保存完整，没有被盗，里面出土了很多件国宝级的文物，特别是有一些文物呢，使得在历史上记载或者是文字中记载有的东西，第一次有实物出现在人们眼前，就是在这座墓发现之前，人们没有见过这些东西。它就是金缕衣衣以及长信宫灯，非常珍贵啊。崖墓、崖壁墓之前我们也看到了一些，比方说龟山汉墓、梁孝王墓，他们的地宫啊修建的是规模宏大、富丽堂皇，因为他们身份比较高贵嘛，是西汉时期的诸侯王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座满城汉墓呢，也是西汉时期一位诸侯王的墓葬所在地，他身份就是汉武帝的哥哥，也是我们之前看到梁孝王他的侄子。墓就在这个山上，大家仔细看看这边的环境，是不是有3座山峰，然后那个往里面一点，刚好就形成了一个太师椅的布局，从而说这个地方的风水是非常好的。因为在封建社会，帝王以及王侯将相他们选择安葬的地方一定会讲究风水的。我们今天看的地宫就在这个山上面，今天只能看2座地宫啊，其实整个这山上是有非常多的地宫。按照资料考证，这里大大小小的墓葬总共是21座，那么也就是有21座地宫，基本算是整座大山都被挖空了。只是说现在能够开放看到的就是诸侯王以及王妃的地宫。这里呢是叫做长信公园，如果去山顶看那个汉墓的话，门票是75，我已经买了。当然你也可以分开看的。现在我们就准备上山了，它这里有2种途径，一种是坐索道，一种呢是徒步上去。我就准备坐索道了，看看多少钱，不想爬山了。本来我准备坐索道上去的，刚才听一位大哥说上去没多远，也就200-300米的距离，那我就慢慢的走上去吧，就算走半个小时了，因为索道听说可能也要10多分钟。走到半山腰，又看到很多石头了，这也是崖壁墓的一个重要特点，它就是必须在石山里面开凿地宫，要不然是开凿不了的。你看这全部是石头，要在里面开凿庞大的地宫，确实是比较难，花费比较大呀。按照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，如果是在这样石山里面开凿庞大的洞穴出来，都要花费很多，何况是在2000多年前，确实挺高的，怪不得会弄索道啊，因为地宫是在那个主峰上面。我现在可能才爬了1/3，不过还好，它这个道路走起来比较好一点，不是笔直的一条台阶上去，那样就比较难了，因为一直有这种平缓的可以供大家休息。我现在爬山怕了，有好几个朋友叫我去贵州拍一些，主要是那边爬山太多，我都有点害怕。走了差不多40分钟，终于到了。我看坐索道的人并不多啊，基本上都是爬山。快到了，汉墓就在前面一点点，这边还有滑道下去啊，相当于你可以坐索道上来，坐索道下去，以及呢滑道下去。终于到了，汉墓的入口在那里，在旁边呢也有一个洞口，千古之谜就是从这里揭开的。在上个世纪68年5月份的时候，当时在这里爆破，结果呢出现了一个山洞，然后他们进去发现有很多器皿，有很多物品，他们觉得这应该是一座古墓，于是呢去上报。最终呢经过文物专家的考证，这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崖壁墓，千古之谜呢就从这里
揭开了。为什么会说是千古之谜呢？这是由于这座山叫做灵山，然后下面有村落，他们世世代代传说这附近呢有一座古墓，他们呢是守墓人的后代，但是这座古墓在哪里呢？没有人说得清，他们只知道冬天下雪的时候，在这个灵山的主峰这一块如果雪覆盖了之后，很快就融化了，而其他的山峰就没有，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而到了上个世纪1968年，才知道这个主峰下面就是他们一直传说的古墓地宫，就是在里面。这样，这个千古之谜才算是揭开了。经过专家考证，特别是当时郭沫若先生，他也来到这里。这样的话，最终呢，考证出来，这个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他夫人窦婉的合葬墓，是一座崖壁墓。关键的是，里面呢出土了震惊世界的金缕衣，而且是完整的2件，还有传说中的长形宫灯以及其他一些国宝。说到中山靖王，大家是不是非常熟悉啊？在《三国演义》，刘备一直说他是中山靖王的后代。为什么刘备他会说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呢？这主要是跟中山靖王他的特殊身份有关。他是西汉武帝的哥哥，同父异母的哥哥嘛。他呢一生呢追求享受，生了100多个儿子。大家想一想，他100多个儿子，那女儿可能就也是非常多的。有100多个儿子，那孙子曾孙就数不胜数了。在封建社会又没有电脑去那么登记，那么越到后面呢，他那个子孙呢可能就越难考量。那刘备呢，我们就这样分析，他很有可能是中山靖王的后代，也有可能呢不是。反正呢，当时他就说是中山靖王的后代，因为隔了200-300年，可能也呢无从考证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满城汉墓。刘胜呢是西汉宗室，可以说是被刘备带火的一个藩王。他的出生年月没有人知道，只知道去世于公元前113年，汉景帝刘启之子，汉武帝的哥哥。可以这样说，没有刘备，这个中山靖王很多人不知道。他这个人呢，没有什么比较大的野心，他就是喜欢享受，为人喜好酒色，有子孙的120余人。现在准备去这个崖壁墓里面看一看。大家发现没有，西汉时期的墓葬有好几个特点。帝王的陵墓是在陕西咸阳岩上面，那些都是巨大的封土堆。而这些诸侯王的墓，很多呢基本上都是采取崖壁墓的形式。你像在江苏徐州有好几座，以及芒砀山的梁相王墓，这可能是当时陵墓选择的一种规定方式吧。那崖壁墓呢，它有几个比较典型的特点，就是在大山里面开凿洞穴出来。这种的话，一般会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建造，这也就导致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建造崖壁墓，基本上都是身份非常高的人才能建造规模庞大的崖壁墓，并且一修就是好多年。西汉时期的陵墓帝王的话，基本上一登基就开始修建陵墓，而那些诸侯王，他只要去了封地，也算是开始修建陵墓。你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梁相王夫妻合葬墓，那个地宫是非常庞大，就是说，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地宫里面，它面积都算是数一数二的，比很多我们看到明清时期的那些帝陵，它的地宫还大。当时汉朝讲究厚葬，基本上王室宗亲、皇帝陵墓都修建的比较豪华。你像梁孝王，在《史记》上资料记载，地宫埋藏黄金40万斤，有夸张的成分，但是呢，也能够证明地宫里面的宝贝非常多。今天我们看的这一座地宫里面，文物也是一样非常多的，按照统计有1万多件。这座墓呢，
也被称之为天下第一崖壁墓。为什么？从规模来讲，它可能比其他的崖壁墓小一点，但主要是里面的文物啊，因为当时发现的时候没有被盗，是完整的那个墓葬。进地宫之前，我们来看一下墓穴的平面图，墓道、甬道、中室、后室，还有回廊。发现没有？西汉时期的很多那种崖壁墓啊，都有回廊。等一下我们再讲它的那个作用。还有南耳室、北耳室。那这个我们看其他的西汉崖壁墓，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。那有一些呢崖壁墓呢，它在这里还有一个墓道、甬道。梁孝王在旁边呢，还有很多小的耳室。前方就是墓道入口，也是地宫入口。整个墓室里面规模是宏大。这座地宫全长51.7米，最宽的地方37.5米，最高的地方6.8米，容积达到2700立方米。在墓道口前面有一块空地，其实在以前呢是一座完整的山，只是后面为了修建这个地宫，他就把这一块的石头挖走了。后面墓主人葬进去之后，在这一块平地呢是铺满了碎石。如果是梁孝王以及徐州那些汉墓的话，在这里呢是塞满了条形石，而这里呢不是，估计是这种山体结构不好弄条形石。进来了，一走到这里，感觉就让人震撼了。大家想一想，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凿这么大的通道出来，这个还只是整座地宫的一部分，这里属于墓道。到了里面还别有洞天。来到这个地宫，印象呢和我们之前看的有点不一样。之前我们看的它的通道包括里面都比较光滑，而这里呢完全是不规整型的。走在这里感觉像是走到我们人工开凿的一条隧道一样。而其他地方的那些诸侯王墓呢，基本上是四方四正的一个通道，区别还是挺大的。它也是逐渐往下的，这个崖壁墓都是这样的。你看，过了这个甬道，就有点不一样了。那个非常宽敞，这里面呢也并且非常潮湿。反正走到这里，我感觉啊，它的规模相比那个梁孝王的还是差了一点。在墓道的尽头是南北耳室，这边是南边为车马房。这里呢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汉墓有所区别，之前的车马房一般就是在墓道口入口那一块，而这里呢改到里面。这个耳室长度达到16.3米，非常长啊，宽的话3到4米，最高的地方5米，顶部是拱形，最里面呢是呈穹隆顶，两壁呢是弧形，底部的岩面呢不平整，南高北低，上面呢还铺了黄土与炭灰。整个这个地宫里面呢，我们现在看到是有砖块，其实以前是没有的。在这个耳室里面，两边呢还有排水沟，在当时呢有随葬的马车6辆，马16匹，狗11只和鹿1只，这随葬品还是比较丰富的。这边是北耳室，它是存放食物的库房，高度和宽度跟南边的差不多，形状也是一样的。当时里面呢放了一些陶器，还有石磨、铁炉等等。在耳室旁边呢有一口井，是叫做渗井，相当于是排水的，就是说这个井呢连接了墓内排水沟，那水呢就会慢慢的涌到这个井里面，最后呢渗到底下去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室，象征刘胜生前宴饮的厅堂。我们经常说前朝后寝，这里呢就相当于是前朝了。为什么会说它是生前宴饮的厅堂呢？主要是刘胜属于汉武帝时期，那么在当时有个削藩政策嘛，这些诸侯王呢在汉武帝削藩政策的打击下面，基本上只成为一个贪图享乐的诸侯王，其他的作用已经没有了。所以说刘胜呢这个人就天天享乐，他喜欢喝酒，他生前有这些东西，
死后也是同样拥有的。整个这个宗室呢，大概是近长方形，它顶部呢是椭圆，代表了天圆地方，而且呢属于穹窿顶。整个里面呢长度是14.92米，宽12.6米，最高的地方是6.8米，还算是一个比较大了。四周呢还有排水沟。我们现在看到呢是有小房子在这里，那么这个是现在修建的，在2000多年前也确实是有房子啊，只不过经过时间已经腐化了，现在重新复建了。基本上地宫里面都是有建筑的，我们包括之前看的汉墓都是如此。这是一种陵墓的形式，随葬品呢有铜器、陶器、金银器等等。据考证呢，在这个中间呢还有十分精巧华丽的帷帐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，相当于是主人坐在里面。在当时这个刘胜举行宴会的时候，他就坐在这里面。那么有这个围帘呢，就使得周边的人呐不能够很好的看到他，这个是他身份的一种象征。在宗室的后面是属于后室放置棺椁的地方。站在这里看的话，面积不是太大，应该算是比较小的。这个石门不知道是不是原版的，看起来是。在门上还有铺首，这应该也是汉代留下来的。这个我感觉应该就是在石头上雕刻的，不是镶嵌在上面的。进来之后就完全是不一样了。现在摆放了很多东西，应该是按照当时陪葬品来展示的吧。这就是棺床了，当时刘胜就葬在这里，金缕玉衣就是在这一块。在这一座墓发现之前，金缕玉衣呢一直是存在历史长河当中，一直都有传说有文字记载，但是呢没有见过完整的羽衣。而在上个世纪发现，终于打破了，从而说当时是震惊了世界。满城汉墓呢总共是出土了2套玉衣，其中呢中山靖王刘胜这里是一套，另外一套呢是在他的夫人那里。玉衣呢一般是分为头部、上衣、袖筒、裤筒、手套和鞋子6个部分组成，全部是由玉片组成，玉片之间呢引金丝加以编缀。在地宫里面看到的是复制品，原版的在博物馆里面。刚好我来了博物馆，大家看一下精不精美。这个刘胜的金缕玉衣长度呢达到 1.88 米，用玉片2498片，金丝呢约1100克。玉衣的外貌和男子体型一样，体躯肥大，腹部呢凸起，特别是他的头部啊，还有一个鎏金镶玉铜枕，两手呢握玉器，全身呢可分为头、上衣、裤筒、手套和鞋5部分，其中还包括脸盖、头罩、上衣前片、上衣后片等等。在玉衣里面呢，还发现玉璧18块，这就是精美的金缕玉衣，相信很多人都没有看过啊。看到之后真的是非常精美，现在保存的金缕衣也是非常少的。金缕衣是古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的一种衣服，一般呢是帝王金缕衣，然后诸侯那一些呢是穿银缕衣，等级再一点是铜缕衣，外观呢与人体形状大体相同。在封建社会，如果皇帝没有同意，一般王侯只能穿银缕衣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他为什么能够穿金缕衣呢？有2种说法。第一呢，就是西汉时期御衣的穿着啊，并没有完全确定制度下来，也就是说，皇帝可以穿金缕衣，那些诸侯王以及王公大臣也可以。而到了东汉时期呢，就有完整的制度，只有皇帝才可以有金缕衣，其他人如果皇帝没有同意的话，绝对是不允许穿的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是在西汉已经有制度了，就是汉武帝时期已经有制度了，因为汉武帝特别注重礼仪。那么这个诸侯王刘胜呢，第一他是汉武帝的哥哥，身份比较高，另外一点呢，当时呢他对汉武帝非常忠心，
就是汉武帝削藩的时候，他是大力支持，并且呢举报了一些诸侯王违法的事情，于是呢他就很受汉武帝器重。另外一点呢，他对汉武帝没有威胁，他整天呢吃喝玩乐，于是啊他死后汉武帝呢就允许他能够穿金缕衣，这是他能够穿金缕衣以及他老婆能够穿金缕衣的原因。金缕衣呢是用金线把玉片串联起来穿到人的身上，银缕衣呢就是用银线，以此类推，这完全就是等级的象征啊！因为在汉朝的时候，人们十分相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，更是把玉呢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。这个玉衣的使用，按照我们现在考证资料记载呢，大概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，那个时候算是奴隶制社会。到了三国曹丕呢，就下令禁用玉衣，大概流行了400多年，这些基本上是帝王将相使用的。我们现在全国发现的玉衣总共大概是20余件，而金缕衣呢其实不多。我们今天看到的2件金缕衣呢，是发现年代最早的，刚才已经说了。而徐州楚皇陵出土的金缕衣呢，是制作最精美的。那么为什么曹丕会禁止下令使用金缕衣呢？毕竟流传了几百年，这主要是由于从曹操、曹丕开始，他们讲究薄葬，他不允许地宫里面呢有非常多的陪葬布，因为汉墓经过三国那个时期的战乱，盗的已经差不多了，他们也不想后面的地宫里面呢被盗，就下令要采取薄葬，这个也算是开启了中国薄葬的先河。像这些玉片也是跟金缕衣配套的，放置在棺椁里面。在墓室旁边呢，也看到有回廊，这个在汉墓是一个比较大的特点。那这里呢也是不规整的，是一个拱形。我们在芒砀山看的那些汉墓啊，它都是比较平滑、比较规整的。这个主要是根据当时他们建造的工艺，以及呢它这个石山的构造。你像这里是石灰岩，跟芒砀山的可能有所区别，而且这个回廊啊，它不是太大，转弯的话也是不规整的。你像芒砀山的就是一个正方形，而这里完全是不规整的。那这个不规整呢，还有第二个特点，就是为了墓室的安全稳固。那等一下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它这个墓的建造方式。在这里呢，它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等于通风排水，就是保护主墓室。哇，吓死我了！突然这里面没有灯。这地宫里面没有灯，真的会吓一跳啊！刘胜的地宫看完了，现在我们去看一看他夫人的地宫。两者相差的距离不是太多啊，大概是120米。在1968年7月份的时候，郭沫若先生在墓室外对墓地的环境地形进行考察，他指出汉代呢是盛行夫妻合葬，是同营不同穴。于是啊，他认为在这个刘胜地宫北部呢，应该还有一个墓室。到了1968年8月份，按照当时郭老标出的位置进行发掘，最终呢发现了窦碗墓。在墓室呢出土了一方铜印，就是写了窦碗2个字，最终呢确定他的名字。同样在里面也出土了金缕衣。地宫入口的情况和我们刚才看到的差不多，现在都铺了地板，以前是没有的，都是碎石，等于是掩埋起来了。后来是通过这里挖掘，才使得这个地宫重见天日。窦碗墓进去之后的结构跟我们刚才看到的也是一样，里面的布局和刚才看到的大同小异，也是分为墓道、甬道、南北耳室。它的长度呢是49.7米，最宽的地方65米。整体的容积比刚才看到的更大，达到3000多立方米。来到这个
夫人墓第一感觉就是比刚才看到的刘胜墓规模更大。这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修建的时间更长嘛，因为他夫人比刘胜更晚去世。我们看梁孝王的也是一样，他夫人比丈夫的规模更大，因为建造的时间更长，花费的更多嘛。然后两边同样是耳室，南耳室是存放食物的库房，在两边呢同样是有排水沟，这个排水沟还比较深呢。北耳室是车马房，它跟刘胜墓刚好相反了。再往前走就是中室，感觉是不是很大呀？在这里呢就看得出来是一个穹隆顶了，或者是像一个罩子罩在下面一样。因为这里啊没有复原那个亭子，就看得比较清晰。这一块相对来说就光滑一点，因为它大概多修了9年时间嘛，这样的话就弄得更好一点。两侧呢也是属于排水的。在这里呢还有个特点，我们看刘胜的墓，它的后室是在最后面，而这里的后室呢是在旁边，很好理解了。刘胜的墓是在那边，那么她主人安葬呢，肯定就是说要向着丈夫，离丈夫近一点，从而就把后事放在那一块。我们来到这里可以发现，墙壁上面一直都有水珠，就证明这个墓里面渗水比较严重。但是在发掘的时候，里面并没有被水浸泡，这主要是有完善的排水系统。我们刚才在刘胜墓看到是有藻井，而在这个夫人墓呢，它在中室的两侧墙壁啊，就有排水系统，有排水沟汇聚到这个地方来了，水就是排到大山里面了。当时古人设计的是非常巧妙啊。它整个墓道是从入口到中室一直是有个坡度下来，那水呢自然是随着排水沟最终到达这里。你看旁边也是有排水沟，那边也是有的，都是过来，这样就导致2000多年墓室里面没有被水浸泡。清朝的地宫渗水就比较严重啊，像发掘乾隆的时候，它里面地宫全是水。你像康熙的地宫现在还在水里面泡着呢。所以说在2000多年他们就考虑到这个技术还是比较先进的。在中室的西北角有一个储物间，这些也算是一些陪葬品了。中室旁边呢属于后室，刚才说了为什么会在这里。这一块呢是起居室，也是出土了很多国宝级的文物啊。那个就是窦碗的棺了，它是有关无果，为镶玉漆棺，装饰呢颇为特殊。在棺内周壁用192块玉板镶嵌，这个棺的外壁呢镶嵌玉璧共26块，四周都有啊。这种内外镶玉的漆棺未见记载，在整个考古中也是首次发现。同样里面也是有金缕衣的，它的长度是1.72米，玉片呢2160块，金丝约600克。头下呢同样是有枕头，在玉衣内呢放置玉璧15块。在这个墓室呢还出土了一件国宝级的文物，叫做长信宫灯，是一件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，设计精巧。它的外形是一个宫女跪坐直灯的形象，灯高48厘米，通体鎏金。灯的各个部分呢是分铸而成，可以随时拆卸，结合起来呢确实可以做到天衣无缝，构成一个整体。灯盘呢还可以转动，它这个灯罩呢在圆形的轨道内可以开合，能根据需要调节光亮的大小和照射的方向。这个长信宫灯啊设计的是非常精美，在这个灯罩里面点烛火，那个烟呢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进入到身体内部，它能够保持室内的清洁。为什么叫长信宫灯呢？主要是由于当时窦太后啊，她居住在长信宫，她在使用。那么这个窦碗姓窦，应该也是他们窦家的人。后面呢，窦太后应该是赏给他了。这两座地宫里面出土的文物是非常多的，达到上万件。
我们只是看了2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博物馆看一看。这2件呢也是我去博物馆看到的。到这里这2座地宫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。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有一个疑问，包括我自己也有一个疑问呢，就是这些崖壁墓到底是怎么开凿的？因为按照现在去开凿这样庞大的地下宫殿都是非常困难的，在古代也是很难的。那么按照资料考证啊，它这座灵山开凿地宫呢，先是采用了2个步骤。第一呢，先用铁器凿成洞式雏形；二呢是火烧洞壁，然后用水击使洞壁呢直屋层脱落。由于整个灵山石灰岩基本是横向片层结构，所以呢火烧水击后较易脱落。此法呢既能增强洞室的稳定性，防止塌方，又能使洞壁光滑美观，掩饰了人工开凿的痕迹，仿佛天然形成。由于这里的石头是那种石灰岩一片一片的，所以才导致整个这2座地宫里面呢应该算是不规整的，不像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很光滑的墙壁，这就是原因。这种凿洞方法说明啊，汉代劳工已经了解了石灰岩的特性，铁制工具呢也比较先进，开凿技术呢有了较大的隐蔽。为了使这个墓室隐蔽啊，防止被盗，他们呢将开凿的大块石块回填或者散落于山体上面，而将经过火烧形成的碎石岩、灰土残渣等掩埋墓室前以及2侧的低洼之处，既填平了林道，又掩藏了古墓遗存。这就是当时的方法，确实也算是比较先进的，没有现在的仪器，他们能够把地下宫殿搞成这个样子，也算是比较完美了。那这2座地宫我们就完整的看完了。在这个山顶，我们现在是看到2座地宫，居中的是刘胜的墓，然后他的左边是他夫人的墓。那其实在他的右边呢，还有一座墓，叫做3号墓，只不过呢是没有发掘，我们看不到。但是按照考证，确实是有的，估计呢也是刘正比较重要的一位女子夫人吧，因为她的窦婉是原配，那肯定是要夫妻合葬。那么当时刘胜他的子女非常多，单单儿子的话就有100多个，那肯定不都是窦婉生的，还有其他女人生的。那么葬在他右边那一个人身份应该是非常高。那么确切说起来，应该是刘胜和他的2位妻妾合葬墓，或者是说在他旁边那个属于他的平妻啊，这是我们猜想，因为没有挖掘，不知道嘛。在整个这个山峰上面考证呢，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3座墓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墓，应该属于他们家族的墓，大概是有18座。那么算起来，整个灵山呢有21座墓，那么地宫呢肯定有21座。这样算起来的话，这一座山都算是挖空了，基本上都是崖壁墓。我们刚刚看的那2座应该属于最大的。这2座墓呢是上个世纪发现的，没有被盗。那么其他的那些墓葬应该也是没有被盗的。汉朝的墓葬没有被盗，真的是非常少见了，怪不得当时发现就震惊了世界。满城汉墓的发现是我国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。那整个这个满城汉墓就看完了，我们现在准备下山，视频呢也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